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军徽小筑。那么今天呢，我们争取把这张声卡聊完啊，那么拖了蛮长时间的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一些录音软件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一张声卡的具体的一些使用场景。说到这个录音软件呢，就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DAW，DAW 就是 DAW 啊，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的一个缩写啊。那么翻译过来也有叫宿主软件啊，它是一款音乐创作类的一个软件。那么我这边使用的就是苹果自带的一款入门级别的这个DAW 软件，叫 GarageBand 啊，酷乐队啊。这个好，那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新建一个空项目啊。这个时候呢，会弹出一个窗口啊，让你选取轨道类型。那么什么叫轨道类型呢？我们说 DAW 这种软件呢，它是分音轨去编辑音乐信息的啊。大家可以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人声分别储存在不同的轨道中。那么 DAW 呢，可以分轨道去调节这些声音的特性啊，最后呢，把它输出到一个立体声或者特有的这种性质的一个文件当中去生成你的作品。这个基本是 DAW 的最基础的应用之一所以我们先创建一个轨道类型。那轨道类型呢，第一个就是 MIDI MIDI 的话呢，我们知道声音是波形文件，但是 MIDI 轨道里存储的并不是声音本身它存储的大家可以理解为它存储事实上是一张乐谱你用什么乐器弹奏的什么样的乐谱它存的是这个信息。那音频呢，那就是波形文件鼓手这个文件有点类似于这个音频和 MIDI 的一种结合它本身应该是波形文件，但是呢，它鼓点好多可以有一些可调整的可调整的选项这个我们不做详细介绍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单独做一期视频来介绍 GarageBand。那我们现在呢，就讲一讲如何录歌就以这个使用场景，我们看一下这个声卡怎么使用。好，那我们就选择这样一个录音的这样的一个音轨好，那一般来说呢，进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伴奏文件拖进来。那么由于版权的原因，我这边并没有伴奏文件我们就随便拖一首 MP3 的歌曲我们抛砖引玉我们假设它就是我们的伴奏文件好，拖进来之后点击播放，其实你可以听到这个伴奏的这个声音那么我们下边一步就是再新建一个音频的音轨这条音轨作为记录我们人声的音轨这样的话我们单击这个录音或者按快捷键 R 的话就可以开始录音了好，正常来说呢，一般我们就是打开这个背景的音乐我们在下边就来唱，因为版权的原因呢，我们就把这个声音也禁掉了禁掉了。好，假设唱完了唱完了之后呢这个就完成了第一步那么为了方便起见呢，事实上我前面也录了一段人的干声自己录了一段。那后边我们所有的操作都将以那个文件为准，好吧？我们切换到另外一个文件。好，那这个呢就是我已经录制好的一段干声那么我们先假设一下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个伴奏假设我们有一个伴奏。好，我们把它移上来，这个时候我把它复制过去我复制一下，我假设这一条就是伴奏那我们可以听一下我们就可以听一下，我先把这一段静音我们听一下。更聽我，放若禮限樹飄過，懷着冷卻了的生蛙飄遠。好，假設我們現在就對這第三句不滿意我們對這第三句不滿意，那我們就可以重新錄制一遍這一句話，我們可以新加一個音軌，然後呢，我們一般來說都是把這一條靜音，然後打開你的伴奏你跟着你的伴奏的這個曲子再繼續唱下去那我們也可以試一下比如說在這邊錄。
雪飄過，懷着冷卻了的心我飄遠方。好，那自己也可以反复听一下这句话的效果怎么样啊？怀着冷卻了。好，如果觉得满意的话呢，那么其实就可以把这句话就直接就填上来其实就可以了这个我们放大一下，放大一下，放大一下，这是我们差不多的这个位置啊。好，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再听一下整体的效果。好，我们还是把这个声音给它打开，好吧，听一下。放任淚痕雪飄過，懷着冷卻了的心我飄遠方。好，因為我這兩段錄音呢是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時間來錄製的我包括聲卡的聲音包括麥克風的位置都不一樣，所以聲音聽上去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在錄音的時候一首歌還是盡量在同一時間去完成保證你麥克風的位置包括音量的大小等等是一致的，這樣的效果會更好一些。好，我們只是拋磚引玉，我們就簡單的只是介紹一下好，那我們撤銷我們現在假設我們已經修改好了，我們現在已經修改成我們想要的樣子了。那下邊做什麼呢？我們說下邊呢，我們會對這個聲音進行一些這個修改、修飾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邊呢有一個叫資源庫的這樣的一個面板這個可以打開和關閉。我們看這邊有一系列的，其實本身 GarageBand 就給你了一串的這樣的一個插件的組合比如說明亮人聲經典人聲我們可以聽一下。比如說我們放一下。更聽我放任淚痕雪飄過，懷着冷卻了的心我飄遠方。好，其實這些每一個效果最後都會有不同，大家可以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效果自己喜歡的效果大概選一個之後呢，我們要進行這個再進行一個精調稍微調一下。好，比如說我們選擇了這一個經典人聲，我們聽一下。風雨裏追趕，好，感覺還不錯。那麼這些插件反映在哪裡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這邊其實有一個插件的這樣的一個選項卡那其實你的這些不同的這個不同的人聲的組合呢，其實都是不同的插件實現的這樣的一個效果比如說我們經典人聲就是由這幾個插件。那麼這邊是軌道，還有一個叫主軌道主軌道就是我們說整個聲音合成之後最後做的一個修飾它是在你生成文件的時候最後的一道修飾。那麼我們現在呢就是針對這個軌道針對單獨的這一個軌道來進行一個修飾在這裡。好，我們看一下第一個呢，第一個啥呀？第一個其實就是去齒音的就是這種齒音的。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哪邊的有齒音多一些，比如說這句我們看一下迎着冷暗與嘲笑。好，就這個嘲笑其實它是有齒音的，對不對？那我們把這個這一段把它反覆的放一遍迎着冷暗與嘲笑。好，就這一段。我們把它單獨的放一下。迎着冷暗與嘲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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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着冷暗與嘲笑。好，大概就調到一個我們說差不多的一個位置。那麼第二個呢，我們看這一個是 EQ， 一個是 compressor。EQ 這個這個在混音上應該是太重要的一個功能了。它實際上是把你的聲音
横坐标我们说是频率啊，你所有声音的频率啊。纵坐标呢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响度啊，声音大小啊，它是一个 dB 值，有声音大小，我们可以看一下。不知不覺已變態，好，你所有的频率在這邊，其實通過點這個分析器就可以看得出來。原令我這一生不羈放縱好，那我們實際上就可以，如果你想把你的聲音的增強一點，進行一些微調，進行一些微調。這邊呢還可以調它的這個斜率吧，應該說是調到一個你相對喜歡的位置，調到一個你相對喜歡的一個位置吧。我們說這個這個 EQ 也是一個系統工程，所以我們這邊也不可能說的講得很詳細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學習也還在學習大概就是針對你聲音不同的頻率進行增益或這個衰減。大家一定要了解到，比如說男生和女生他的這個頻率的範圍大概是多少，然後針對這樣的不同的範圍進行一些調整。好，那這個是 EQ 我們就先說到這裡那下邊呢？下邊的話就是一個 compressor 是一個壓縮器壓縮器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大於一定這個閾值，我們叫比如大於這個音量的聲音，把它壓縮一下，不讓它一直大下去，產生有那種爆音的效果，把它壓一壓。壓縮的斜率呢就在這裡4.1:1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這個然後呢下邊它可能還有一個 EQ EQ 呢這邊會有一個tape delay 這應該是有一點混響的效果，我們可以聽一下。更聽我就是這樣。放若禮限樹飄過，懷着冷卻了的生花飄移。明顯感覺到是有一些混響的效果。好，那除了這些呢，其實還有一個也蠻重要的它還有一個在這個經典人聲裡它並沒有體現那麼說這個是什麼呢？它就是高音激勵我們可以自己添加一個高音激勵的這樣的一個效果。我們比如說把它放在這裡高音在這裡我們自己添加一個高音激勵的這樣的一個效果在這邊我們可以聽一聽。遠方風雨裏追趕，無禮分不清輕重，天風海闊你與我可會變？大家也可以根據這個均衡器裡邊顯示你自己聲音的一個頻率來去調整這個值。多少次迎着冷暗與嘲笑，從沒有放棄過。其實你的高音激勵差不多也就在2000左右這邊把它增強一下。好，我們再回來，再打開這個激勵，可能高了，我們差不多也就在這個位置左右。個心中的理想，一剎那彷彿若有所失的感覺，不知不覺已變淡，心裏愛。大概調到一個你差不多喜歡的一個位置就可以了那麼下邊呢其實這個我也不知道有什麼作用。這個應該也是一個插件我們可以聽一下看它有啥作用。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感覺也沒啥大用這個大家可以自己選擇開與不開。然後呢其實我們說現在基本上調整完，基本就調完了。調完了之後呢，我們說一般最後來說會再給這個聲音加一個混響因為會讓聲音更飽滿一些。雖然它這邊加了一個 tape delay 的這樣的一個混響但是可以再加一個，讓聲音更飽滿一些。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說它本身這個軟件就自帶的一個混響，我們可以試一下。更聽我
放任泪痕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生涯飘远方。我记得这个声卡当时还送了一个插件啊，送了一个插件，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功能啊。它的有一个啊，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混响，我们就用这个吧，一个大厅的混响啊，我们可以试一下效果。这个插件就是有点慢啊，所以我们只是听一下效果。風雨裏追趕，無力分不清影蹤。天風海闊，你與我可會變多少次？这样来说呢，我们就调完了这个声音啊，调完了之后呢，其实真的你在做一个歌曲的话，可能后期还有很多啊精细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你甚至可以调节你的这个音阶啊、音准啊，都可以单独去调节啊。那这个呢，我就不在这边去展示了啊，因为我自己也没怎么用过这些插件啊。我们呢，今天也就是基本上用的都是我们能得到的一些免费的一些插件啊，这个软件自带的一些插件啊，来实现一些基本的声音的修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修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件通过这个共享导出到磁盘，这样你就可以生成你自己的 MP3 或 MP4 文件，生产你自己的作品。好，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录歌的过程基本就完成了。那么，但是呢，我们下边会再来说一下什么？我们说一下这个声卡精调啊。其实所谓的声卡精调呢，就是去帮你添加这样的一些插件的一些组合让你的声音有了各种各样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效果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把它命名为这个 K 歌，这样大家打开监听，如果打开监听的话，那大家就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就应该是这样的 K 歌的这样一个效果我们试一下。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大概就是这个效果当然我们先关掉吧，关掉这个效果。好，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建立不同的效果在这边。比如说，我们再加一个这个音轨我们可以先看一看，我们看一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效果比如说这边在实验音乐里边有很多好玩的效果。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好喇叭，好，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效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全场20，全场20，20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全场20，一对20。这个声音还是蛮好玩的蛮好玩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给它起一个这个效果，比如说我们叫啥，就叫喊麦吧，也不知道喊麦是不是这么喊的好。那我们说做完修改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一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呢，把它储存起来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把它储存为喊麦，好吧，这样就可以存起来。好的，比如说上面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储存比如说这个我们就叫 K 歌。所以说呢，以后你自己有什么新建一个轨道都可以去快速的选择不同的你的插件包吧，应该说是。好，那我们说这个就是精调的最主要的部分我们已经完成了调整你声音其实它后边可以有很多很细致的工作以待你自己慢慢的去根据你自己声音的特质来做一些微调。那网上呢，好像也有很多这个所谓声卡精调师我看了一下，可能一次大概也有500到1000块基本上呢，就是在 Windows 的平台会多一些这个 Mac 的平台好像几乎没有无非也就是装一个他们擅长的一个盗版的机架他们叫机架，然后呢再装一些盗版的插件是吧，把你装上去，然后调2下是吧。这个你说它的水平跟你自己调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水平也强不到哪里去是吧。你指望一个靠卖盗版软件这个的一个调音师是吧，他的水平能到哪里去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自己调一调就可以了，而且基本上也有很多免费的这样的一些插件供我们使用
因为这个盗版软件的话，它还是风险蛮高的啊，你不知道会不会帮你装一个木马呀，或者一些后门啊，对吧？正版软件都有后门是吧？更何况破解版了。我们说前2天不还有网上有一个知名博主整个的账号被盗，导致了他的这个所有的视频是吧都丢失掉，这个损失也蛮惨重的。当然了，不是说他用盗版软件导致的，但是你如果用盗版软件的话，肯定会增加你这样的一个风险这个是肯定的。好，那我们这个又扯远了，我们回来说了完成第1步，那第2步是什么呢？第2步呢，我们就要涉及到怎么把这个声音把它传给你的录屏软件现在虽然大家听到了，那是因为我已经在后台把第2步完成了。好，那为了给大家讲这个第2步怎么完成，特意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片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样一个示意图左边这个是声卡右边我们把它想象成一台电脑。那么声卡呢，一般都有一个输入接口和输出接口一般来说输入接口接的是话筒是吧？输出接口接的是音箱或者是耳机。那电脑呢，我们把它抽象化成一般的 APP， 还有我们的 DAW 就是宿主软件还有一个呢就是录屏软件包括我们的直播软件这些软件都有一个特点它需要从声卡里获得声音的信息把它录到文件里边，或者是传递到网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说电脑的声音怎么传给声卡呢？比如说我有一个 MP3 播放器怎么传给声卡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呢？这是最简单的这个 app 呢直接就可以把声音的信号传到声卡的输出端口那么输出端口呢会把这个声音传到连接这个输出端口的这个硬件上比如说你的耳机或者是音箱当我们的 DAW 就宿主软件再去播放一段声音的时候那它其实行使的功能和普通的 app 是一样的都是直接传给声卡的输出接口。好，那我们再看麦克风的信号是怎么过来的呢？我们说假如说麦克风它接到了声卡的输入接口我们对着麦克风输入它的一个信号就通过声卡的输入接口直接传到了我们的宿主软件然后呢宿主软件就会对这些信息进行一个处理和计算，对吧？然后呢其实就没有然后了除非你打开了这个监听那个监听打开之后呢，我们这个 DAW 软件呢就会把它处理好的结果传递到声卡的输出端从而这个输出端又把这个信号传给我们的耳机，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信息流。好，那我们再看录屏软件呢，它从哪里获得这个声音的信息呢它从声卡的输入端去获得声音信息一般来说所有的软件无论是录屏软件、直播软件等等它获得声音的信息都是要从声卡的输入端来去获得的。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对不对？那就是说我对麦克风说话，那很容易我可以被录屏软件录进来，对吧？但是我经过 DAW 处理以后的声音呢，这是录不进去的，对不对？因为它传到了输出口，对吧？而且我们电脑自身发出来的声音也是录不进去的，对不对？因为无论是 App 还是 DAW， 它把处理过的声音都直接输给了声卡的输出端，从而我们的耳机可以听到但是你的输入端就只有你话筒的声音，对吧？那么这显然与我们想要实现的功能不符，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录屏软件也好，直播软件也好我们既可以听到声卡的声音甚至我们可以听到声卡经过 DAW 处理以后修饰过的声音，而且我们还希望能听到电脑自身发出的声音，对不对？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引入另外一个设备就叫做一个虚拟声卡这样的一个设备它同样有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但这两个端口并不能连接物理上的硬件它没有接口，因为是虚拟声卡嘛，对吧？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把输出的信号传到输入端，
无论哪个软件把信息啊给到这张虚拟声卡的输出端啊，它就会转眼间同步到它的输入端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因此说呢，我们这个如果要实现我前面说的功能，就要做一些改变啊。那我们说第一步呢啊，我们需要把这个录屏软件啊它的输入声卡啊，我们转换到这张虚拟声卡上，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啊，我们啊把这个 DAW 啊这个宿主软件啊它的一个输出的声卡啊，也把它选择到这张虚拟声卡上，是第二步。这样的话，我们话筒接来的声音啊，通过输入设备啊传递给了 DAW，DAW 经过了修饰之后，哎，它传给了虚拟声卡的输出，然后又同步到输入啊，于是哎又回到了啊录屏软件这里边。这样的话，我们的录屏软件就可以收到啊话筒经过 DAW 处理以后的声音。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收到普通 APP 发出的声音呢？啊，比如说我放 MP3 的声音啊，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只要把你这个电脑的默认的声音的输出啊，把它选择给这个虚拟声卡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还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我们的录屏软件也可以接收到这样的一个声音信号。那么这样呢啊，其实是解决了我们前面说的问题，但其实它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耳机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对吧？因为我把所有的输出全部都输出到了虚拟这张声卡上，而虚拟声卡又同步到它自身的输入声卡上，从而我们啊把这个信息再传给录屏软件。那我们真正声卡的这个输出端没有接收到任何信息，所以耳机是没有声音的。那怎么办呢？啊，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 Mac 电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功能，叫多输出设备啊。它的作用就是把多个声卡的输出把它并在一起啊，就是说你所有传递给虚拟声卡的输出啊，会同步的一样传递给这张声卡上面，这样我们的耳机啊就能同时听到这些声音了，因为它们是同步传输的。好，那这个呢基本上就解决了一大批问题，但是现在仍然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如果说我不打开 DAW 的情况下呢，我能不能把声卡的声音直接传给录屏软件呢？啊，同时我一样也想收到这个，就是同样也一样想录到这个电脑本身的声音。你把这个录屏软件的录音端啊接到了普通声卡那边，那么你就录不到电脑的声音，是吧？接到虚拟声卡这边，那你就录不到话筒传来的声音啊。假设我们不打开 DAW 或者是不打开 DAW 的监听功能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设备啊，这个设备叫做聚合设备啊，聚集设备或者叫啊，它相当于把这两张声卡把它合并成一张声卡啊。这两张声卡有多少端口，那么它们还是独立的有这样的一些端口。那么关于聚集设备和多输出设备啊，这个我在等一会儿啊会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啊。那这样的话呢，如果把它这两张声卡看成一张声卡的话，那么我选择的输入那就是两张声卡的输入都会被选择出来，对不对？这样的话我就既能够录到这个话筒直接进声卡的声音啊，我也可以录到这个虚拟声卡啊，把这个 app 啊发出的声音也录进去啊，这样基本上就实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些功能。好，那我们看一下到底这个多输出设备和聚集设备怎么来进行调整。好，这个调整在 Mac 上也很简单啊，我们在其他里边会有一个音频的 MIDI 设置这样一个 app 啊，我们打开之后啊，其实我这边已经建好了。建立的方式也非常容易，我们只要单击这个加号，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创建多输出设备啊，我们这样的话就新建了一个多输出设备。好，这个也非常简单啊，大家自己在这边啊勾出你自己选择的设备就可以了啊，非常容易。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这边你要选择一个主设备啊，选择主设备的目的其实是这边的一个漂移校正使用的啊，我们把非主设备啊，把它的漂移校正给它勾选上，这个作用主要是用来声音的时间的同步的一个问题啊。
好，这样的话呢，如果我在这边啊，默认的输出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我新建的这样的一个多输出设备的话，那么你所有默认的输出啊，都会同时发送给这3个，这就是多输出设备。好，那下边呢，我们再建立一个聚集设备，也非常容易啊，我们这边就可以创建聚集设备。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可以去修改你选择的把哪些设备聚集起来，比如说我们选择了这样2个设备。好，大家可以看这边啊，它相当于把你这2个设备看作是一个设备啊。比如说我的声卡有6个声道，对吧？这张虚拟声卡有16个声道，那么它一共的输入声道就是22个啊，输出声道一样是22个。那么大家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把这个输出设备把它选择了聚集设备，会有什么后果呢？大家知道吗？这个聚集设备和多输出设备是不一样的。那么聚集设备一般我们说声音的输出只有2个声道，因此说如果你选择了聚集设备作为输出设备，那么它就只会输出它第1声道和第2声道后边的你这声啊是输出不到的。那同样，如果你把后边这个放到前面来，那它就只会输出前面这个虚拟声卡的2个声道，那你这张声卡就收不到声音了这是聚集设备和这个多输出的一个差别所以一般我们输入设备在声卡上选择输入设备的话，我们一般会选择一个聚集设备因为它的输入的这个端口或者输入的声道是可以调整的。输出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希望它所有的这个设备同时输出。那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输入一个主设备同时呢把另外一个设备把它点一下漂移校正这样我们就也又生成了一个新的一个聚集设备我们也可以把它改一个名字把它保存一下。好，那这个就是Mac 电脑它的这个多输出设备和聚集设备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吧。所以我们其实呢在酷乐队里边，我们的偏好设置里边实际上是可以修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边是可以选择输入设备也可以选择输出设备输入设备。那我输入设备是这个，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那我选择的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前边呢是一个虚拟声卡，所以说后边是我的这个雅马哈这个声卡，所以我的麦克风是连接到了这个 input 1上边，它实际上就变成了17号口。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这个录音的设置里边，我在这里边想选择的是第17个端口是这么来的。好吧，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叫虚拟声卡的一个作用好，那么那说了这么多呢，忘了跟大家说这一款虚拟的声卡哪里来的它的名字叫做 Black Hole 就是这个声卡它是一款开源的软件我们免费的都能够得到非常感谢这些开源软件的作者让我们可以免费的使用到了这么优秀的软件我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比如说我们搜一下，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能够搜到我们可以打开它在 GitHub 上的一个网址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个说明去安装这样的一款软件那具体的安装流程我就不跟大家去介绍了这个看一下说明就知道了。好，那除了免费软件呢，其实还有另外一款收费软件功能更加的强大尽管现在时间已经很长了，我还是忍不住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软件非常牛的一款软件只是价格稍微贵了一点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软件的界面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声卡的跳线苹果下声卡的一个跳线。我们看它有3列最左边的这个是source
就是源，声音的源，可以把不同的 app 发出来的声音发向不同的通道我们这边有个叫 output channel 它其实也是一张虚拟声卡，和我们那张虚拟声卡是有点类似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 MIDI 的这个打开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我这边没有打开但是我打开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如果打开的话，这边它也会出来一张虚拟的声卡然后这边的通道数你也可以增加你可以增加，它可以动态的增加它的通道数这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它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它这个试用版呢，每次都能使用20分钟然后关掉之后还能再继续使用20分钟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的研究一下这个软件的功能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它的软件这个99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跟大家介绍这一款软件了这个大家可以结合我前面讲的它这个原理去自己摸索一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吧？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订阅点赞留言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